看看我家的水呀，大门到这儿了，大门都开不开了，水太大了。我是大腿，没劲儿，都出都出不去。我靠！吓我一跳！这不收拾不知道，全废了，损失巨大啊！全都用不了了，好多音响啊！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进入到盛夏，中国多地饱受高温的困扰之后，洪水又紧随其后的来临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根据北京气象台的消息显示，7月26号下午到27号的凌晨，北京市密云区西北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最大降雨量就已经超过了300毫米，这已经达到了特大暴雨的级别。这是北京密云区潮河涨大洪水的画面。7月26号晚间，北京市密云区紧急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声称暴雨引发山洪和山体滑坡，密云石城镇和不老屯镇的部分道路被冲毁，桥梁也被给冲断了。这是密云山区爆发山洪的惊险的画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不得了喽，要闹水灾喽！北京网友密云郭哥发视频显示，密云水库的水位暴涨，洪水冲垮了桥梁。看着河水。完喽！桥冲塌了，回不了家了。北京网友伊利发视频说，密云石城镇张家坟遭遇了100年未有的洪灾，村庄被淹，桥梁路面有被冲毁，昨晚彻夜未眠，经历2处跳窗爬窗。他们回家之后呢，都在忙着清理房间。咱们密云水库将进行泄洪放水，请咱们所有村民远离潮河和这个左堤路，一定确保自身安全。7月27号，据北京广播电台视频账号北京时间的报道表示呢，位于密云和怀柔区交界处的青龙峡水库开始了泄洪，而且水势呢非常之大，有的道路被淹，还有多条道路被封锁。北京当局这波泄洪操作也引发了不少北京网友的质疑。水库泄洪导致下游居民受灾，有人就直言了，但凡水库水位低，暴雨也能正常的储存，开闸放水，淹的是谁呢？北京市的怀柔区也出现了暴雨洪灾。在我家门口那南沟上，扑通扑通，你看这大板石，这冲的，看着吗？瞅瞅我家前面这个南沟这儿，瞅瞅，哎，这大雨！7月27号，怀柔区琉璃庙镇的医院被洪水给淹了。
7月26号，中国大陆微博账号气象爱好者发文表示，这几天经济的暴雨开始了发飙，前天是河北省易县，昨天是河北省富平，今晚就轮到北京北部了。早在7月25号，北京就已经遭遇了狂风暴雨的侵袭，不但有部分街道被淹，就连挂着中共党魁毛泽东画像的天安门广场也被大雨敲打，别有一番意味。7月25号早上，就有不少网友发视频说，一大早起床就发现了街道都被淹了。那尽管如此呢，但人们依然要上班维持生计。这个还是电车吗？是不是这个是船吗？对，又一艘船过来了。有网友指出，这种恶劣天气还要出来上班，该有多需要钱呢？这也说出了众多中国打工人的现状。有网友拍视频显示自家住处1楼被水淹了，还自嘲说早上出门上班拍的，现在已经到公司了，牛马状态良好，就是为下班回宿舍发愁。北京下了一晚上的雨啊，看这两水河涨水了，夏天出来玩水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当地网友证实说，我感觉雨量更大的那个朱家峪自动站已经是失联了，密云水库快满了，也有人表示应该泄洪了。河北省今年7月的洪水灾情也是很严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不是一条河，这个是我们家的院子，看见没？不敢过去了，不敢回家，我靠！他再往那边靠点，他就要掉下去。看，掉久了，弯犊子，完了，完了，幸亏完了，出来玩了这，还有不拉车呢，出来玩了不拉车这是河北省鸡鸣山在7月26号出现的奇异的景象。兄弟姐妹们，鸡鸣山已经感冒了，今天晚上有大雨，大家能不出来的就别出来了啊！我现在是在我们集成城村的河道啊，现在观察水位，马上就走，大伙儿注意一下啊！这大水，看看这桥墩，这已经都消了呢。看看，还长呢，看着。2023年，中共当局为了保面子工程雄安新区，下令向河北省涿州泄洪，造成了惨剧。今年的7月25号，涿州再次遭遇了洪水，很多汽车都被泡在水里，不敢动弹。人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明天、后天到27号都是大暴雨，注意安全啊！我这车也憋死了这了，实在走不了了。这10来个车来这屋走。保定市易县榆林庄村一家3口被洪水堵在屋子里了。凌晨3点半，洪水越来越大，一家3口只好站在茶几上。到了早上5点多钟，他们因为长时间泡在冷水里要脱力了。洪水小一点后，尽力打开了卧室门，把孩子放在床上。等到早上7点多，
联系村支书和救援队，但是因为水流太急，连皮筏子过来就困难。这也如实的说出了灾民的真实的处境。快说，可发洪水了，冲到家门口了，我。媳妇都只能抱着个沙发面来着，我们也不敢出去，远的水来了，咱们收拾，不敢出去。院子里的水太高了，我们这床都飘起来了，从那客厅到那门能水高点，你个板都摸过去，都了个小尖儿。河北省承德市龙化县也发洪水了。这家伙，这个水又跟去年似的，跟马路平了。哎呀，成了家门口，车都给淹了。就是可把车都给淹了。哎呀，这咋整啊？你看这路修了半天没管了用，还堆水都堆在这儿了。洪水流到了民宅，更凸显了人们在灾难面前的无助。哪里都是水呀，想出去也出不去。看到这个水，就基本上是已经快到腰了。然后看到家里面没有船怎么办？门已经全部堵死，所有的门出也出不去了。看这水，这就是新建的私家在新建的美丽乡村搬迁小区，你看看，都把我们淹了，看，水都到大腿上了。这是7月26号河北省雄安新区洪水涌来的现场画面。好，看着往前走啊，这水看了吗？哎，马上到脚底下。看了吗？看了吗？这都600块。哦，这溜可不慢呀，听见水响了，又来了。我的老天爷哟！赶紧听听儿不，北大溜。近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也遭遇了连番的暴雨，有网友不禁表示：“老天爷呀，停一停吧！”因为呼和浩特被淹，导致路面塌陷，一辆汽车也陷入了深坑，所幸车主获救。这场洪水导致呼和浩特高铁停运，地铁站也出现淹水，而且一名年仅19岁的外卖员在积水中触电身亡。在洪水面前，中共官员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帮助百姓防灾，而是泄洪，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无预警泄洪。这也是中共多地官员常干的事情，加重了灾情。7月25号，位于呼和浩特市上游的红领巾水库泄洪，被民众拍到了。这才叫洪水了。
乌河浩特市红领巾水库下面的洪水，这山洪太凶了。这边的原先有一个桥了的搬水桥，整个就冲垮了。你看多凶！在涉及到自身生命安全时，中国百姓很难得到政府的爱护，更多的是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泄洪。有当地网友称，水库泄洪导致下游的城镇被淹，而这场洪水也不是天灾，是人祸。那也有网友补充说呢，这只是红领巾水库泄洪，里面河道更可怕，房屋都冲塌了，有几个老弱病残在半山腰躲雨呢。而这残酷的现实，也是中国百姓对来自党在新闻联播中作秀恩情的最真切的感受。7月25号，陕西省吴起县城北洛河边的商铺遭遇了洪水袭击，导致一家老凤祥门店的大门被洪水冲开。7月26号，门店负责人叶先生表示，店内将近20公斤、值上千万的金银首饰被冲走了，保险柜也被冲走了。他说，保险柜里有新货，回收的旧料和现金，但保险柜还没有找到，现在只找回了几个货柜。洪水退去以后，老凤祥门店金银首饰被冲走的消息传开了，不少人得知以后竟然赶来寻宝。那也有人在淤泥中捡到金银首饰后呢，没有主动归还。更夸张的是，还有人拿着金属探测仪在金店附近进行地毯式的寻找。当地有其他金店因为洪水遭受损失。在老凤祥金店附近的一家店主说，7月25号的洪水来得太快太急，他们根本来不及转移货物，各家门店都有货物被洪水冲走，我们店损失了数十万元。这位店主还提到一点，虽然当地每年都有洪灾，但这之前洪水从来没有涌入街道，更不会冲进店里，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洪水这么大。看来这很可能是当地政府在偷偷泄洪了。无独有偶，近日因为暴雨的原因，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灾情十分严重。7月25号，许先生对路媒红星新闻表示，他从去年开始在易县西山北镇进行蝎子养殖，向银行贷款了200多万元，总共有500多万只蝎子，其中包括种蝎，还有一些已经饲养成熟的商品蝎子。500多万只蝎子，从外面那个全部给冲跑了，是给银行贷了200万的现金，全部冲毁了。他说自己住在易县县城里。7月25号凌晨5点多钟，养殖场工作人员陆续向许先生发消息，说蝎子养殖场的大门、办公室和养殖区都被洪水冲毁了。许先生到达养殖场以后，惊讶地发现养殖区域已经有大半被冲毁，具体损失我还得回去之后才能够知道。他担忧地说，当时办养殖场的时候没有买保险，还不知道这个损失最后要怎么办呢，很愁呀。这些给中国各地民众造成严重灾害的洪水，看起来并不是正常的洪水水位上涨。有些人已经发现这些洪水来得非常的急切，而且呢，人很难有时间来抢救物资，只能逃命要紧。有人呢，甚至连逃命都还来不及。而屡屡被洪水淹的都是谁呢？中共各级官员和家属应该早就做好了物资和安全准备了。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的，应该都是那些猝不及防或是无可奈何的寻常老百姓家了。中国多地百姓都向海外的中文媒体反映，按常理说，当洪水到来时，水位会不断的升高，但近几年每次洪水来时，都像是水库突然间决堤，人们根本就来不及逃离。因此民众都在怀疑是中共官方的无预警泄洪，导致百姓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尽管中共官方十分热衷于在洪水过后上演一幕幕的军民与水情的戏码，对官兵救助灾民进行各种的摆拍，但是随着手机和短视频的日新月异，这些灾情秀也经常被戳穿是造假。更有甚者呢，各地爱心人士为灾民捐献的救命物资却被当地政府据为己有。而在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饥肠辘辘而急需救助和物资的百姓，则是在中共一次次煽情报道和冷酷无情的现实面前，认清了这个号称是一心为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的面目。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